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LPL 此前是结束了上海大师赛与 Nest 两个项目的杯赛比赛，而接下来的赛事就是全明星了。今年的全明星赛，观众们将 S8 赛季的 IG5人投了上去，情怀分直接拉满。而近日，全明星的赛程和队伍安排也已经出炉，引发了观众们的热议。全明星赛本质其实就是一场带有娱乐性质的比赛，观众们最想要看到的是这些职业选手选出节目效果拉满的英雄，然后互相秀操作，打出各种精彩对局。但经过几次的全明星观赛后，观众们发现这个比赛整体来说还是没有那么好看。全明星的主要受众其实是粉丝群体，简单来说，粉丝会为全明星买单。如果有粉丝体量特别大的选手参加，全明星的收视率就不会低。今年全明星的投票中 ，IG5人的票数排名前列，同时因为 OZ 今年复出也参加了投票，被选了上去。结果 OZ 是选择放弃了这次的全明星，原因是 OZ 的宝宝迎来了自己的1周年生日，所以 OZ 选择陪伴家人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全明星收视率会少很多，而剩下的选手中 Dashy 将会成为拯救 LPL 全明星收视率的关键人物。然后就是全明星组队方面，两个队长分别是 Dashy 和 Rookie， 因为两个人川人分别当了两个队伍的队长，导致 IG 的5人组队失败。观众心目中最理想的情况就是 IG 战队5人在全明星上组队成功，然后打另外5个人气很高的选手组成的队伍。最终两支战队的配置是这样 ：Dashy 选择了宁王、小虎、Gala 和辅助 Chris。Rookie 方面先后选择了 Bing、荀、Jacklove 和宝蓝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之前全明星消极比赛的 Chris 是参加了这次全明星，微微方面是放弃了全明星，荀成功递补， Gala 则是 OZ 的递补。LPL 本次全明星周末9日下午进行 Solo 赛，晚上颁奖典礼，10号下午4点表演赛和新生挑战赛，然后6点是传奇退役选手表演赛，晚上8点是重头戏全明星挑战赛。个人认为，全明星赛最被忽视的一个赛事就是 Solo 赛。说实话 ，Solo 赛的观赏程度反而是比较高的，甚至要比正赛高。因为观众们其实很想要看到顶尖选手之间的1v1较量，但 LPL 的全明星赛只是选择邀请8个选手参加这个项目，然后很快的决出冠军。如果说能让入选全明星的这些人参加 Solo 赛的话，节目效果肯定会更好。另外，在这段休赛期， BLG 作为本赛季转会期最大赢家，用牙膏和京东换回 Knight， 绝对是巨大的加强。因为论个人能力 ，Knight 还是比牙膏略强一些的，本身就是全华班阵容。新赛季尚未到来 ，BLG 就已经被观众奉为 LPL 战力第1的队伍了。毕竟 S13 的最强对手京东已经开始启用新人了。BLG 这套阵容，目前各个位置的选手都是国产顶级存在，而且除了中路没有人员更换的情况下，也不需要太多的磨合时间就可以发挥出最强战力。直面实力上来说 ，BLG 肯定是稳进季后赛，而且能争夺冠军的。但在转会期即将结束之际 ，BLG 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。12月5日 ，BLG 主教练 Tabby 突然发文，声称自己休息半个赛季，将会缺席整个春季赛。参考前一天的发文 ，Tabby 曾直言自己是自由人，可以加入任何队伍。这也意味着双方就合同问题谈崩了。BLG 失去了主教练，前一天还在找工作，紧接着就宣布自己休赛。这波操作属实让人没看懂，但大胆猜想一下，肯定是 BLG 想稍微压一下价格，毕竟 Tabby 教练的签约费在 LPL 也是仅次于红米的存在了。而 Tabby 教练的想法是，虽然 S13 没有带队拿到一个冠军，但也帮助 BLG 收获了历史最好成绩，战队的热度、关注度都得到了质的提升。所以 Tabby 肯定是想加薪的，但 BLG 本身就已经签了 Knight， 给出的合同肯定比给牙膏的更大，加上其他选手去年表现都很不错，有些肯定涨身价了。单就续约已经花掉了不少预算，留给教练组的所剩不多，所以双方谈崩也可以理解。但问题在于 BLG 找谁当新教练呢？目前 LPL 的转会市场，剩下的顶级教练已经屈指可数了。红米和 Tabby 都休赛之后，白色月牙都被李宁签下，可见教练资源非常匮乏。朱开在离开 EDG 后，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 ，BLG 确实可以考虑一下。但朱开自从亚运会之后，舆论就一直不太好，个人执教能力饱受争议。
而另外可以考虑的就是和微博竞争一下 Danny 教练了。在世界赛结束之后 ，Danny 合同也到期了，至今还没有完成续约。比起微博这支队伍 ，BLG 上限肯定是更高的。如果 Danny 真想带队拿成绩 ，BLG 肯定是不二之选。而且微博迟迟没能续约，肯定也是价格没谈拢，所以有被挖墙脚的可能性。不过 BLG 主打的是全华班，教练组会不会买韩援还很难确定，但想出成绩，顶级教练肯定少不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 BLG 会找哪个教练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，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